各自满意的罗斯柴尔德父子，在启程去皇宫的路上聊得极为开心。霍华德越看史蒂夫越顺眼，不断在心里感叹自己生了个懂事孝顺的好儿子。而史蒂夫得到了父亲的首肯，心情也自然好得无以复加，只盼着赶紧转移阵地去华夏，好好跟叶晨套套近乎，拉近一下两人之间的交情。史蒂夫看来自己去华夏，那肯定是有百益而无一害，就算是争取不到叶晨在自己继承家族的事情上提供支持，也很有希望能够靠着跪舔，从叶晨那里换些丹药吃吃，怎么都比留在美国，在老爷子的眼皮子底下被他猜忌，被他提防，被他厌恶要强得多。于是父子二人各怀心思，却又让彼此之间的感情回到了史蒂夫年幼时那种和谐融洽的状态。两人抵达皇宫的时候，皇家侍卫队已经在皇宫内的道路两侧恭候。知道霍华德这种人肯定爱面子，所以海伦娜也给他安排了北欧皇室的最高礼遇。皇宫主建筑前的广场上，海伦娜与老女皇并肩驻足。罗斯柴尔德父子下车之后，便来到二人面前，恭敬地行了吻手礼。霍华德看着海伦娜，面带感激地说道：“女皇陛下，感谢您的盛情邀请，能够来到北欧皇宫与您和伊利亚特夫人共进晚餐，是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荣幸。”海伦娜微笑说道：“罗斯柴尔德先生客气了，二位是北欧皇室的贵客，在这里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，不用太过拘礼。”说罢，他开口道：“二位，晚宴还在准备，2个小时之后开始，我先带二位参观一下皇宫。”霍华德忙道：“那实在是太好了，有劳女皇陛下亲自带我们参观，真是荣幸之至。”海伦娜轻轻点头，端庄地笑了笑，随后便带着父子俩从皇宫的正殿开始参观。所谓参观，其实也是向霍华德释放善意。叶晨想双管齐下，从霍华德和史蒂夫父子二人身上分别榨取价值，所以该给的面子，该给的好处，自然也不会过于吝啬。海伦娜向霍华德释放善意，便是霍华德继续为海伦娜效力的核心动力。史蒂夫跟在父亲霍华德身后，如听话的鹌鹑一般陪同参观。这期间，父亲与海伦娜不断的交谈，可史蒂夫却没怎么说话，他的心思完全不在参观北欧皇宫，亦或者是北欧女皇海伦娜的身上。他只想着叶晨在华夏的时候说要来北欧，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是否也在皇宫内。于是他便趁着海伦娜向父亲霍华德介绍皇室艺术藏品的时候，掏出手机给叶晨发了一条信息，信息的内容是：叶先生，您在北欧吗？叶晨很快回复：我正在北欧皇室的宴会厅吃饭。史蒂夫吓了一跳，心中暗忖：怎么叶晨也在宴会厅？莫不是海伦娜同时请了我和父亲，又请了叶晨？那这要是见了面岂不尴尬？紧张之余，他急忙回信息问叶晨：叶先生，稍后您是要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吗？叶晨回复道：不，我吃完就走。现在距离你们晚餐开始的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，你们应该见不到我。史蒂夫松了口气，看来叶晨是不打算跟父亲见面。既然如此，他自然也就没了心理负担。于是他便赶紧又问：叶先生，在下能不能去宴会厅跟您见上一面？有点事情想当面跟您说一声。叶晨回复道：你想来就来吧。史蒂夫想见叶晨，不光是想跟他套套近乎，也跟他说一说自己马上要去华夏常住的事情。见叶晨也同意见面，便赶紧道：好的，叶先生稍等，我马上过来。随即他便思忖片刻，走到海伦娜和霍华德身边，开口道：不好意思，女皇陛下，请问卫生间往哪边走？海伦娜猜出他肯定是要去见叶晨，于是便微笑道：可以去宴会厅那边的卫生间，从1楼东侧的走廊穿过去，一直走到头就是了。好的，谢谢女皇陛下。史蒂夫非常尊敬地行了礼，随后低声对父亲说道：父亲，我先去一下，您和女皇陛下先聊。去吧。霍华德点点头，在他看来，史蒂夫今天就是陪衬，这会儿有没有他也无所谓。
于是也没往心里去。史蒂夫来到宴会厅的时候，叶晨、林婉儿、安重秋和李亚林正坐在偌大的餐桌前用餐。史蒂夫一路小跑过来，见到叶晨，赶紧换上一副激动不已的表情，快步来到身边，恭敬说道：“叶先生您好，咱们又见面了。”叶晨点点头，向他介绍起坐在对面的二舅安凯峰，道：“史蒂夫，介绍一下，我二舅安凯峰，你们应该见过吧？”史蒂夫自然认识安凯峰，只是素来没什么交情而已，如今再见，却是热情无比的上前握手道：“安先生您好，咱们也算是认识很长时间了。”安凯峰微笑道：“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罗斯查尔德先生，真是荣幸之至。”史蒂夫赶紧说道：“叫我史蒂夫就好，别叫什么罗斯查尔德先生，太生分了。您是叶先生的舅舅，将来就是我的好朋友，好朋友之间不必这么客气。”安凯峰点点头，笑道：“好的，史蒂夫，以后叫我凯峰就好，或者叫我的英文名凯文。”史蒂夫笑道：“我中文好，还是叫凯峰吧。”叶晨这时候又介绍起李亚林，道：“史蒂夫，这位是李亚林李探长，应该不用我多介绍吧？”“不用不用。”史蒂夫笑道：“我就生活在纽约，怎么可能没听说过李探长的大名？久仰久仰。”说罢，主动向李探长伸出手去握了握手。叶晨随后指向身边的林婉儿，介绍道：“这位是我的一个小妹妹，叫林小婉。”史蒂夫见林婉儿十足少女气，倒也没有多想，于是便下意识想要上前行吻手礼。叶晨伸手打断他，笑道：“未满18岁，吻手礼就算了。”史蒂夫也不觉尴尬，立刻抽回手来，笑着说道：“没想到林小姐年纪这么小，以后有机会到美国，一定让叶先生联系我，我绝对安排最顶尖的接待。”林婉儿客气地点头笑了笑，道：“那就先谢谢罗斯查尔德先生了。”叶晨看着史蒂夫，好奇地问道：“史蒂夫，你不好好陪你家老爷子一起参观，跑来这里见我做什么？”史蒂夫难掩兴奋地说道：“叶先生，在下是想跟您说一声，在下已经跟父亲达成共识，准备在华夏大陆成立一个罗斯查尔德家族办公室，专门负责家族在华夏的投资事宜。到时候，这个家族办公室将由在下全权负责，在下将亲自前往华夏主管这个办公室的所有业务。家族首批将投资500亿美元，用来增加在华夏的投资。在下准备就把这个办公室设在金陵。”叶晨对这个消息并不觉得惊讶，史蒂夫是个聪明人，他上次来过金陵之后，就一定会想明白，自己才是他现如今的贵人，以后他到金陵发展，对他也是最好的选择。当然，这样也更方便自己对他手拿把掐。于是，叶晨便微笑着对史蒂夫说道：“史蒂夫，那我就提前代表金陵以及金陵市民欢迎你的到来了。”史蒂夫激动道：“请叶先生和金陵人民放心，我一定全力以赴，为金陵的建设增砖添瓦。”叶晨一愣：“你这话术跟谁学的？”史蒂夫笑了笑，如实道：“最近恶补了不少华夏的影视作品，都是反映2战时期的。实不相瞒，在下深深被那些华夏民族英雄们的气魄所感动。